解密健康密码，让生活更美好。医生提醒：当心小病拖成癌。这10种小病最怕你拖，癌变概率大大增加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常常会面临这样一个两难的抉择：当身体出现轻微不适时，究竟是该立即奔赴医院，还是先选择忍耐观望一阵子呢？不少人出于怕麻烦的心理，觉得去医院看病流程繁琐，耗费时间精力，而且坚信一些小毛病拖一拖，过段时间或许自己就会不治而愈。然而，这种想法实则暗藏风险。医生郑重提醒，以下这10种疾病，倘若被放任自流，不及时接受专业治疗，长期下来，癌变的概率将会大幅攀升，严重威胁生命健康。1. 慢性萎缩性胃炎、胃癌。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肿瘤内科副主任医师盛旺在2024年10月医院微信公号刊文中，详细介绍了胃癌的大致发展脉络。正常胃黏膜在各种因素影响下，首先演变为慢性浅表性胃炎，若病情持续进展，就会发展成慢性萎缩性胃炎，紧接着出现肠化生、异型增生等癌前病变，最终恶化为胃癌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得了慢性萎缩性胃炎并不意味着一定会走向胃癌，但如果对其不管不顾，还频繁施加不良刺激，像是毫无节制的大量饮酒、胆汁反流反复侵袭胃黏膜、幽门螺杆菌感染肆虐，又或是长期服用某些成分特殊、刺激性强的药物等，那么癌变的导火索就极有可能被点燃。据相关研究统计，在这些不良因素持续作用下，慢性萎缩性胃炎患者的癌变风险相较于健康人群显著增高。2. 腺瘤性肠息肉、肠癌。盛旺医生还指出，大量研究数据清晰地显示，绝大多数的肠癌都起源于肠息肉。肠息肉种类繁多，其中腺瘤性息肉犹如一颗定时炸弹，被公认为是肠癌的癌前病变，尤其是直径超过2厘米的大型腺瘤性息肉，癌变概率颇高。其癌变过程通常遵循这样的轨迹：起初只是微小的息肉，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发展为腺瘤，进而发生高级别瘤变，最终恶变为结直肠癌。令人稍感欣慰的是，从良性息肉开始到真正发生癌变，一般需要经历5至10年的漫长潜伏期，这就为我们争取了宝贵的时间窗口。只要在这个阶段内通过肠镜检查等手段及时发现息肉，哪怕只是小小的腺瘤，及时切除，便能有效斩断肠癌发生的源头，大幅降低患病风险。临床实践表明，早期切除肠息肉的患者，后续肠癌的发生率明显低于未处理者。3. 乳腺非典型增生、乳腺癌。乳腺癌的发生并非一蹴而就，盛旺医生揭示了其发展的4个关键步骤。先是生理性增生，这在大多数女性身上较为常见，通常不会引发癌变，但若进一步发展为非典型增生，就必须提高警惕了。因为非典型增生恰似一座危险的中转站，处于良性改变与恶性转化的临界地带。一旦患有乳腺小叶或导管上皮的非典型增生，女性罹患乳腺癌的风险将飙升至正常女性的5至18倍之多。这绝非危言耸听，临床病例统计数据为此提供了有力佐证。许多乳腺癌患者在发病前都曾有过乳腺非典型增生的病史。4. 病毒性肝炎、肝癌。解放军总医院第2医学中心保健5科副主任医师郭万峰于2024年11月在腾讯1点微信公号刊文强调，病毒性肝炎、脂肪肝以及酒精肝等多种肝脏疾病，都如同潜伏在暗处的杀手，悄然增加着罹患肝癌的风险。而慢性病毒性肝炎更是导致肝癌的关键元凶之一。当肝炎病毒侵入肝脏后，便会在肝内疯狂持续复制，如同一场病毒风暴，对肝脏细胞造成慢性、持续性的损伤。
倘若此时不及时采取有效的抗病毒及保肝治疗措施，肝脏组织会逐渐纤维化，进而发展为肝硬化。而肝硬化就像是通向肝癌的高速路，一旦踏上，病情进一步恶化，肝癌便可能接踵而至。流行病学调查发现，慢性病毒性肝炎患者群体中，肝癌的发病率显著高于普通人群。5. 慢性胰腺炎、胰腺癌。郭万峰医生介绍，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性，如暴饮暴食、过量饮酒等，简直就是在挑衅胰腺的健康。这些行为会促使胰液过度分泌，使得胰腺局部遭受强烈刺激，引发炎症反应。胰腺炎分为急性和慢性两种类型。急性胰腺炎发病来势汹汹，病情严重时，感染迅速蔓延，多个器官会相继出现衰竭症状，死亡率极高。相较而言，慢性胰腺炎看似温和，实则暗藏玄机。若长期控制不佳，胰腺组织会遭受不可逆的损伤，最终蜕变为胰腺癌。临床研究追踪发现，长期患有慢性胰腺炎的患者，胰腺癌的发病风险逐年递增。6. 胆囊结石、胆囊癌。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肝胆胰外科副主任医师唐胜利早在2023年医院微信公号刊文中就发出警示，不论胆囊结石的大小如何，也不管是否伴有明显症状，一旦发现，都应尽早进行干预治疗。这是因为直径在1至2毫米的微小结石，犹如一颗颗流窜饭，随时可能卡在胆总管内，引发胆管炎，严重时甚至会诱发急性梗阻化脓性胆管炎、胰腺炎等凶险并发症，直接威胁生命安全。而直径更大一些，如4至5毫米的结石，则像一个个路障，容易堵塞在胆囊的出口、胆囊颈管部。长此以往，胆囊会逐渐萎缩，功能丧失，同时也为胆囊癌的滋生埋下了种子。临床病例回顾分析显示，胆囊结石患者并发胆囊癌的比例在未及时治疗的人群中明显升高。7. 长期膀胱感染、膀胱癌。四川省肿瘤医院腹部放疗仪病区潘黎在2024年11月医院微信公号刊文中指出，膀胱长期遭受慢性刺激，仿佛置身于炎症风暴之中，无论是感染、结石还是尿路梗阻等疾病，都会使膀胱黏膜发生一系列癌前病变，如黏膜重度不典型增生、腺性膀胱炎、黏膜白斑病等。倘若对这些早期病变视而不见，不加以积极治疗，随着时间推移，就如同在给膀胱癌的发生开绿灯，病情极有可能进一步恶化发展。相关研究通过对大量膀胱疾病患者的长期随访发现，伴有慢性膀胱刺激症状且未规范治疗的患者，膀胱癌的发病风险显著高于普通人群。8. 慢性前列腺炎症、前列腺癌。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肿瘤内科主任医师潘占和2024年8月在个人微信公号刊文中提到，长期前列腺的慢性炎症犹如一场持久战，会促使细胞为了修复病变组织而过度增殖，这种异常的细胞增殖状态极易形成感染相关性癌症。流行病学研究通过对大量人群的调查统计发现，那些患有性病或有前列腺炎病史的患者，患前列腺癌的风险如同被放大镜放大了一般，明显高于健康人群。这提示我们，对于慢性前列腺炎症，绝不能掉以轻心，应积极治疗，控制病情发展。9. 宫颈上皮内病变、宫颈癌。四川省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病理科副主任医师蔡健2023年在医院微信公号刊文中明确指出，宫颈上皮细胞在遭遇人乳头瘤病毒 HPV 的持续攻击，也就是持续感染后，会逐渐发生变化，从最初的非典型增生，一步步迈向宫颈癌的深渊。其中，宫颈高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更是被视作宫颈鳞癌的前哨战、癌前病变。
这无疑是在给广大女性敲响警钟。一旦发现此类病变，倘若不及时进行干预和治疗，宫颈癌的魔影就会越来越近。临床筛查数据显示，及时治疗宫颈上皮内病变的女性，宫颈癌的发生率得到了有效控制。手足处交界质黑色素瘤。蔡健医生表示，交界质偏爱生长在手掌、足趾、外阴部等这些日常活动中极易摩擦的部位，相较于其他部位的痣，它的癌变潜能更高。因此，平日里我们要多留意自己身上的痣，一旦发现痣的形状变得不规则，边界模糊不清，颜色深浅不一，仿佛晕开一般，或者体积在不知不觉中慢慢增大，皮肤表面还出现轻微隆起或变厚等异常迹象，这就是身体发出的警报，必须及时前往医院就诊，切莫延误战机。皮肤科临床研究发现，早期发现并处理可疑交界痣，能极大降低黑色素瘤的发生风险。综上所述，身体出现轻微不适时，千万不能盲目硬扛。面对上述这些有着潜在癌变风险的疾病，及时就医、早期诊断、规范治疗才是守护健康的正确之道。毕竟，防患于未然永远好过亡羊补牢。让我们都多一份对身体的关注，少一份侥幸心理，用科学的态度对待健康问题。